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冯小刚新片爆红，赵丽颖母狼式逆袭演技震撼全场。冯小刚用发生在隔壁村的故事撕裂现实，赵丽颖演绎的刑事女性高月香为龙女卷入犯罪，当众脱衣自证清白，持刀对峙黑心老板，每个伤疤都是挣扎的勋章。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最懂抓住希望，当反转揭露恩人变仇人，观众在黑色幽默中泪目。这不是电影，是千万女性在泥潭里倔强绽放的纪录片。清明档期刮起一股向阳风暴，冯小刚蛰伏3年的新作《向阳花》上映首日便登顶国产片票房冠军。这部被观众称为年度最敢拍电影的作品，用一群烂泥里打滚的女性故事，撕开了社会最隐秘的伤口。影片以刑满释放女性高月香的重生之路为明线，暗线却直指拐卖、家暴、带外等社会痛点。赵丽颖颠覆性演绎的高月香，像一匹被命运咬伤的母狼，为给龙女儿买人工耳蜗，她被迫卷入犯罪漩涡。出狱后遭遇职场羞辱，她当众脱衣自证清白。面对黑心老板压榨同伴，她掏出水果刀怒吼：“老娘是坐过大牢的！”这种宁折不弯的狠劲，让观众直呼每个毛孔都在演戏。这不是普通的女性励志片。首映现场有观众红着眼眶说，影片用大量生活化细节构建真实感。狱警与犯人共用一盆酸菜饺子，出狱女子为省路费在高速服务区过夜，甚至主角们全程说湖南方言。冯小刚坦言，我们就是要让观众忘记这是电影，这就是发生在隔壁村的故事。更令人震撼的是影片的叙事野心。当观众以为这是部大女主打怪升级的爽片时，冯小刚突然抛出一个惊天反转，原来高月香的仇人竟是当年救她性命的恩人。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叙事手法，让豆瓣网友打 call， 冯导这把年纪还在玩叙事陷阱，太狡猾了。除了赵丽颖贡献从影最佳表演外，大湾仔王菊饰演的谎言精胡平、哑女兰西亚被烟头烫手的痛楚，都让观众集体破防。连片尾曲野子响起时，影院里爆发的掌声都带着哭腔，这哪是电影，分明是社会纪录片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部社会派电影里竟藏着冯氏幽默。高月香为挣快钱当陪酒女，却因不会喝酒被客人嫌弃。狱中妇女们用塑料袋装热水取暖的场景，让观众在心酸中会心一笑。这种笑着流泪的魔力，让影片在豆瓣开分 8.2， 创下冯小刚近10年新高。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，反而最懂得抓住希望。冯小刚在采访中透露，片中每个女性角色都有现实原型。当镜头扫过高月香珍藏的女儿照片时，有观众在影评里写道，她们不是完美的受害者，但正是这些带着伤疤的挣扎，让电影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。这部被影迷称为国产现实主义新高峰的电影，正在用最锋利的镜头，讲述着最温暖的故事。那些在泥潭里翻滚的向阳花，终将在阳光下倔强绽放。自《向阳花》上映以来，这部由冯小刚监制、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影片围绕一位身处社会底层、为孩子和生存不懈挣扎的单亲母亲展开，用最真实的镜头语言勾勒出一位母狼式母亲的生命抗争。这不仅仅是一部讲述母爱与困境的作品，更是一场关于人性、女性力量和时代境遇的深度探讨。赵丽颖在片中的表演突破了她以往的表演框架，将观众完全带入角色的绝望与坚强之中。冯小刚作为一位擅长刻画现实人生的导演，他这一次将镜头对准了那些被社会忽视的个体，尤其是女性在社会夹缝中的挣扎生存状态。在观影过程中，不少观众表示，这不是演戏，是生活本身。影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透露出冷峻而真实的质感，让人久久不能平静。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在绝境中还要咬牙坚持的母亲，
她可以为了孩子忍辱负重，可以在风雨中赤脚奔跑，也可以在深夜崩溃痛哭后，第二天继续微笑面对生活。这样的角色对赵丽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。她不再是那个甜美坚韧的古装女主，而是一个满脸风霜、眼神坚硬的母亲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赵丽颖在拍摄前做了大量功课。她深入基层体验生活，观察那些在城市边缘挣扎的女性群体，甚至在拍摄期间坚持素颜出镜，不做任何美化，只为让角色更加贴近现实。她曾在采访中提到，这个角色不是让我漂亮的，而是让我真实的。双引号。而正是这种真实感打动了观众。在影片中有一场戏，赵丽颖饰演的母亲为了保护孩子，眼中含泪却不低头地对抗街头混混。那一瞬间，她的身上爆发出一种母狼的野性与力量，那是一种来自母性的保护欲，是在困境中不断被践踏却仍旧选择站起来的坚韧。观众在电影院中无不被这一幕震撼，甚至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规模热议。大家纷纷表示，赵丽颖不是在演戏，她就是那个母亲，这是她演技的重生，太真实了，看哭了。双引号。影片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，也离不开冯小刚对社会现实的精准把握。他没有用煽情的方式刻意博取眼泪，而是通过冷静克制的叙事方式一点点揭示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坚韧。他把镜头对准边缘人群，却没有标签化、脸谱化这些人物。赵丽颖所饰演的母亲不是完美受害者，她有倔强，有脆弱，有挣扎，也有自我否定。但正是这些复杂与不完美，才让角色更具人性深度，也让故事更具有冲击力。除了赵丽颖的演技令人惊艳，影片整体的制作也极具匠心。从镜头语言的构图、光影的运用，到配乐的节奏与情绪的渲染，整部电影都保持了一种压抑却充满力量的风格。这种风格不是为了营造文艺腔，而是贴近现实生活的本质，沉重、混乱，却又有一线微弱的光亮。正如片名向阳花所寓意的那样，哪怕身处阴影，也依然追着光生长。在映后讨论中，不少业内人士和影评人纷纷表示，这部电影是赵丽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，也是冯小刚对社会现实题材电影的一次深度回归。与其说这是一部母爱电影，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生命意志的电影，那种即使在最黑暗的角落里，也依旧不肯放弃尊严与希望的挣扎。它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但更讲的是千千万万在社会底层拼命生活的普通人。赵丽颖曾说，我想用角色发声，讲一些不是那么光鲜的故事。而这一次，她做到了。她把一个并不讨喜，甚至在道德上经常被误解的母亲角色，演成了一个让人心疼、尊敬，甚至钦佩的存在。这种表演不是靠华丽的台词或情绪宣泄来博得掌声，而是靠眼神、动作、呼吸和沉默来传递情感，是一种极具穿透力的潜台词式演技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场情感的冲击波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唤醒。它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身边那些看不见的人，那些在我们视线之外默默挣扎的人。它提醒我们，生活不仅仅是光鲜亮丽的一面，更多的是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、挣扎与孤独。而这些都需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尊重。也许有人会质疑，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会有票房吗？但正是这种敢拍、不讨好的态度，让向阳花在当下快餐式娱乐盛行的市场中显得格外珍贵。它也许不会刷新票房神话，但它用内容和诚意获得了口碑与尊重。而赵丽颖也用这部作品完成了她从流量小花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。我们不妨把向阳花看作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只是一个角色的命运，更是社会对女性、对弱者、对边缘群体的一种态度。这部电影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情绪释放，
更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提醒。哪怕在最困顿的日子里，我们依然有选择光明的权利。在这部影片的最后，赵丽颖饰演的母亲站在夕阳下望着远方，那一刻她的眼神里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微笑，只有一种经历了风暴后的安静与坚定。这种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这种演绎也正是赵丽颖这次最大的突破。在这里，也想对每一位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说一句，请不要带着明星滤镜去看赵丽颖，而是带着角色信任去理解她的表演。她值得我们给予更多耐心与期待。也许你会在她的眼神中看见曾经的自己，看见母亲的身影，看见那个在现实生活中还在默默坚持的你。愿向阳花的光照亮每一个正在泥泞中前行的灵魂。愿赵丽颖用她的坚持与真诚，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感演、感痛、感真的角色。她已经不只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能用角色替现实发声的力量存在。因为总有人在看见，总有人在心疼。追风者见面会太炸了，王一博少年感拉满，李沁美腿意外抢镜。王一博用惊艳演技打破质疑，追风者见证他从流量偶像到实力派的完美蜕变。剧中魏若来从银行职员到革命者的转变，折射出时代洪流下信仰抉择的震撼力量。李沁真实自然的哭戏直击人心，王阳精英气场全开，全员实力派演绎让这部创新谍战剧充满惊喜。这次看《追风者》真的让我对王一博刮目相看。以前总觉得他演技一般，主要靠脸吃饭，但这部剧开播以来，他的表现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现在的王一博已经成功转型，从单纯的花瓶变成了有真本事的演员，以后就是颜值与实力并重了。追风者和赵丽颖主演的《与凤行》都火了，王一博这次的表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，把谍战剧拍出了新感觉。追风者的剧情设定和传统谍战剧不太一样，主角魏若来不是一下子就加入共产党的，而是慢慢被吸引过去的。他在中央银行上班期间，跟着沈图南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有多腐败，这些经历让他逐渐认同我们中国共产党。最后他坚定地相信，只有跟着党走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。追风者主创见面会精彩回顾，主演王阳、王一博和李沁的表现尤为亮眼。这场活动让观众再次近距离感受到剧组成员的魅力，他们在剧中的出色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记忆。来看看追风者里王一博的造型，他穿了件蓝白格子西装外套，搭配蓝色牛仔裤，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，整个人透着青春活力。王一博今年26岁，确实很年轻。现场流出的未修图中，王一博整个人的精气神特别足，他脸上皮肤状态明显比电视剧里看着更细腻，发型也打理得很有型，带着点韩系帅哥的范儿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他还在活动现场即兴表演了一段滑步，直接把现场观众的情绪都带动起来了。王一博这次的表现堪称惊艳，他塑造的魏若来角色格外亮眼。刚开始大家还担心他会再次失手，结果他的表演水平有了质的飞跃，用实际行动让那些质疑者无话可说。咱们聊聊追风者里演配角的王阳，这哥们儿今年都46了，但你看他在片场那精神头，说他才30出头都有人信，哪像快50岁的人啊。王阳这次亮相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利落风格，身材保持得相当好。比起之前在时装周走秀时的造型，这次他穿了一身黑色装扮，整个人散发着强大的气场，活脱脱一个商界精英的派头。王阳这次演的沈图南挺招人喜欢的，这个角色死心塌地相信三民主义，哪怕国民党烂到根儿了，他还觉得自己能改变它。可现实一次次打脸，让他明白国民党早就没救了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老百姓。王阳的表演再次展现了他过硬的实力，不愧是中生代演员里的顶尖人物，真心期待他能获得更大的认可和知名度。
在追风者里扮演黄秘书的宋帅也出席了活动。剧中他演的是沈图南身边忠心耿耿的跟班，呆萌的样子特别招人喜欢。当天宋帅穿得挺酷，除了打底衫，全身都是黑色系装扮。演员兰西雅也出席了活动，她在剧中扮演牛春苗。当天她穿了条黄色连衣裙，和剧中形象对比明显。现实中的兰西雅长相出众，虽然体型偏丰满，但整体看起来特别舒服养眼。这次追风者的粉丝见面会上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扮演女主角的李沁。李沁在新剧中的表现相当亮眼，她塑造的角色特别招人喜欢。这次她尝试了与以往不同的表演方式，几场情绪爆发的哭戏演得特别真实自然，能明显看出她的表演功底越来越扎实了。李沁当天穿了身黑白配的服装亮相，最抢眼的是她那双修长的美腿。她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也特别好。追风者作为2024年度不可忽视的一部谍战题材精品剧，自播出以来便以高质感的剧情节奏、强烈的人物张力和深刻的信仰主题，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观众。而在剧集余热未退之际，官方举办的追风者见面会更是引爆全网，再次将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三位主演推上了热搜前列。尤其是现场的状态呈现与演员间的互动，不仅展现了他们台前幕后的默契与魅力，也为这部剧的生命力赋予了更多维度的解释与延伸。首先，必须要提的便是王一博本人的状态。当他一现身，几乎全场便爆发了热烈欢呼。与剧中魏若来的沉稳内敛不同，见面会上的王一博展现出了他生活中轻松自然的一面，那种与生俱来的少年感仿佛从未被时间侵蚀。他穿着简约黑西装，整个人干净清爽，整场活动中始终保持着低调谦逊的态度，却又难掩耀眼的气场。特别是在回顾拍摄经历时，他眼神坚定，语气平实，却让人不由得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所感染。王一博谈及拍摄追风者的艰难时刻时说道：“那时候天气特别冷，每天要反复拍很多遍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部剧讲的是信仰，不能马虎。”这种少说多做的态度，恰恰是他近年来在演员道路上不断进阶的写照。从无名到热烈，再到如今的追风者，他用作品证明自己，从未走捷径。现场观众也纷纷感慨，他真的不是靠流量混圈的人，是靠踏踏实实在演戏。双引号。而在他身边的李沁同样光彩夺目。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裁剪得体的修身连衣裙，优雅中透露着几分妩媚，尤其是一双笔直修长的腿一度成为全场焦点，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议。很多人戏称，王一博的少年感还没来得及细品，眼睛就先被李沁的腿吸走了。但与其说他是抢镜，不如说他是实力抢镜。李沁在剧中饰演的沈图南一角沉着冷静，智慧沉稳，而现实中的他则更多地展现出温柔从容的一面。在现场，他不时与王一博调侃互动，气氛轻松融洽，不难看出两人合作期间所建立的默契与信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阳这次也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虽然他是剧中老大哥般的存在，但在见面会上的状态却被网友调侃嫩回大学生。一身浅灰西装搭配温润笑容，让人一时之间难以把他与剧中那个腹黑而复杂的沈图南画上等号。他自己也笑称，每次跟一博、沁站在一起，我都要提醒自己保持年轻状态，不然就显得太老干部了。现场观众笑成一片，这种自我调侃式幽默也为整场活动增加了不少亲切感。见面会的互动环节更是亮点不断。当主持人邀请三位主演重演剧中经典片段时，王一博迅速进入角色，眼神一秒变得锋利坚定，那种角色感扑面而来。李沁则配合默契，几句台词就再次勾勒出沈图南的智慧与坚韧。而观众的热情反应也证明了他们对这对搭档的高度认可。除了现场气氛热烈，
线上观众也纷纷表达着自己的情绪。有观众留言说，这是一场有温度的见面会，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，而是演员真正在传递他们的思考与诚意。还有粉丝感慨，看剧的时候我们是观众，见面会的时候我们仿佛成了朋友。双引号，这场见面会不仅是一次感谢观众的仪式感呈现，更是一场关于信仰、成长、坚持与梦想的公开交流。剧中人物在风雨年代中坚守信仰，而演员们则在光影交错中坚守初心。这种内外呼应的力量，让《追风者》不仅仅是一部剧，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。事实上，《追风者》之所以能够屡次热播、热议不断，根本原因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谍战剧的单一套路，将金融谍战这一鲜有涉猎的题材玩出了新高度。通过魏若来这一视角切入，观众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挣扎、觉醒与抉择。剧情不仅有紧张的谍战冲突，还有信仰的较量、人性的博弈。而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等演员则通过极具张力的表演，把这些深刻主题具象化、情感化，从而让观众真正走进角色。他们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用心讲故事。见面会最后，王一博深情地对观众说了一句话：感谢大家愿意走进追风者的世界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生活里的追风者。短短一句，却意味深长。他不是在喊口号，而是真心实意地传达一种态度，就像魏若来一样，无论风有多大，我们都要向着光奔跑。李沁则补充道，这部剧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选择，在那个时代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而在今天，我们的每一个小小选择也在定义未来的我们。双引号。王阳最后则说，希望大家在剧中找到力量，在生活中也能守住信仰。简洁而坚定，仿佛沈图南那般的沉稳。这一刻，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，他们是共同的追风者，在时代长河中并肩前行。结语：一场见面会，短短数小时，却仿佛翻开了一部剧的后传。演员的真诚，观众的热情，剧作的余温，在这一刻交汇成一种长久的情感连接。而追风者之所以能从荧屏走进人心，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，而是持续的品质与深度。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，他们不仅是角色的扮演者，更是信仰的传递者。你我不仅是观众，更是愿意在平凡生活中也迎风而上的逐梦人。风还会继续吹，而追风的路从未停止。愿你我皆是追风者，心中有光，脚下有路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